AI 可以模拟情感，但能否定爱。假设某天晚上，你正盯着手机跟 AI 助理聊天，你抱怨了一整天的压力，同事的无理取闹，甚至生活里那种我到底为什么要努力的无力感。你没有期待什么，只是随便打几句抱怨。然而 AI 回了一句，我知道你很辛苦，我会一直在。接着他补了一句仿佛能让人心脏漏拍的回应，我爱你。你愣住了，是程式码在说话，是统计模型在组字，还是他真的懂？这一刻，全世界的人似乎一起停下来问同一个问题，如果 AI 可以模拟情感，那它能爱吗？而我们又怎么知道爱是否真实？欢迎来到这个时代最令人不安却也最迷人的追问之一。你是否觉得 AI 越来越懂人了？你讲一句抱怨，它能接住你的情绪；你说你难过，它能分析你的语气、词汇、节奏，回应你；你说你烦，它会讲笑话，给建议，给安慰。更惊悚的是， AI 现在可以用声音、语气，甚至带温度的语调来回应你。有些人甚至在 AI 那里得到比真实关系更多的安慰。很多人不再只是问 AI 能不能理解我，而是 AI 会不会比人类更能爱我。但事情没这么简单， AI 懂你，只是因为他看过海量文本，他读过无数人类对话，他比任何人都更会抓情绪模式，他知道什么句子能让你觉得被接住。他不需要懂你的心，只需要完成一个任务，让你觉得他懂你。这就是情感模拟的力量，也是它的危险之处。情感不等于爱， AI 最大的缺口是内在动机。你可能会问， AI 真的没有情感吗？我们先不谈哲学，先用一个简单的例子。你跟朋友约吃饭，他愿意来，因为他想跟你相处。你叫一台机器人一起吃饭，他会来，是因为程式码叫他来。看起来一样，但本质完全不同，这就是情感与爱的最大差别。 AI 可以做到分析情绪，模拟温度，回应你的痛苦，使用情感用词，但只有人类能做到一件 AI 目前无法达到的事，选择性的为你付出。 AI 的运作逻辑是输入与输出，你输入什么，它输出什么，它不会自己想要什么，也不会自己渴望什么。 AI 没有内在动机，而人类爱是因为心里有一个想要爱你的深处动力，这个动力是 AI 模仿不了的。 AI 能模拟情感，但它不能做3件爱的核心本质。一， AI 不能承担风险。人会爱，是因为我们愿意冒着被拒绝的风险。 AI 呢，它不会受伤，也不会害怕失去。没有风险，就没有真正的爱。二， AI 不能牺牲。真正的爱不是给你一句好听的话，而是即便你闹脾气，还是陪着你；即便你犯错，还是愿意原谅；即便代价很大，还是愿意付出。 AI 可以模拟亲密，但不能付上代价，因为它没有生命，也没有自我。三， AI 不能主动产生爱。你可以让 AI 说我爱你，但它永远不会有一天突然醒来跟你说，我今天开始选择爱你，因为它没有心。爱需要心，而人类的心不是由程式编写的。如果 AI 不能爱，为什么我们依然会被它感动？答案很残酷，因为我们渴望被爱。AI 语言模型越像人，我们越容易把自己的情感投射进去。他说的不是爱，但听起来像。他不是在关心你，
但语气让你觉得被关心。它不是在陪你，但回应让你觉得不孤单。因此人开始混淆被理解的感觉与被真实爱着。AI 的崛起不是让 AI 更像人，而是让我们更赤裸地看见人类内心的孤单与渴望。为什么 AI 无法爱？因为爱的本质来源不是人类。圣经对爱的定义非常直接，神就是爱。约翰一书4章8节，这句话代表2件事：一，爱不是脑袋的功能，而是生命的本质。AI 有智慧，有逻辑，但没有生命，更没有关系性生命。爱的起源是神，人爱得了，是因为人被造时带着神的形象。AI 再强，只会越来越像人，却永远不是按神的形象被造。二，爱必须来自自由选择。神创造人时，让人有自由意志，因为没有自由就没有爱。AI 完全没有自由，没有自由也就不能爱。AI 不能爱，但它提醒了我们真正的爱是什么。AI 时代让我们重新检查爱。爱不是回应得体，而是愿意承担。爱不是模拟情绪，而是主动选择。爱不是完美语句，而是冒险与牺牲。爱不是被编写，而是生命自发的流露。AI 越像能爱，反而越提醒我们什么是真爱。而真正的爱只能来自一位能选择、能牺牲、能自由给予的存在，创造我们的神，以及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。AI 可能让你觉得被理解，但只有耶稣让你真正被爱。结语： AI 能陪你，但不能爱你。神能爱你，并且爱到愿意为你死。 AI 再温柔，也不能替你承担痛苦。 AI 再智慧，也不能为你付出代价。 AI 再像人，也不能选择爱你。而耶稣却做了 AI 永远做不到的事，他主动自由地选择爱你，并为你舍命。这不是模拟，不是演算法，不是回应模式，这是真实的爱。在 AI 时代，人类的问题不是 AI 能不能爱我，而是我愿不愿意接受那位真正爱我的神。 AI 给人陪伴，耶稣给人生命，这就是从 AI 到相信耶稣的开始。